2026年元月5日星期一，今天开小灶宣布又和校战续约了，马上开启第7年的合作。大家都说开小灶长情，其实校战也很长情。现在双方的合作很少有物料了，但开小灶依然能挂校战的名，能使用它的肖像权。我猜是校战给出了非常优惠的代言条件，让企业无负担。要知道，等着校战签约，愿意给高价代言费的品牌大有人在，但他还是愿意选择开小灶。说白了，也是个念旧情的人，都是有温度的人和品牌。然后，蒙牛集团的年终大片来了，好像每年都会拍一段。校战今年穿的是一套中式小立领的白色西装，上面有红色龙纹刺绣，儒雅又精神，超级帅。2025坦报剧一定绕不开《藏海传》，播出数据横扫各大权威榜单，从播出数据到国民热度到观众口碑到文化价值都实现了极其亮眼的表现，是业界内外公认的无短板的口碑好剧。1月4日，权威官媒新华社主持发布《藏海传2025》拿了30个冠军的话题，再次官方认证这部国剧之光、文化标杆的品质好剧。据官方数据显示，由校战主演的电视剧《藏海传》获得2025全网剧及正片播放冠军、2025电视剧正片播放冠军、2025电视剧正片季均播放冠军、2025古装剧播放冠军、2025悬疑剧播放冠军、2025优酷播放冠军及24次单日播放量冠军。官方给出的核心成就是7项年度冠军加24次单日冠军，其中7项年度冠军覆盖了全平台核心赛道，24次单日播放量冠军，单日峰值达 1.18 亿，刷新年度纪录。另外，《藏海传》累计播放量 30.91 亿，是全网2025年唯一破30亿剧集，超第2名 9.56 亿。云和市占率峰值 40.1%， 连续23天霸榜，集均播放6645.7万，热播期日均播放量超1600万，站内热度峰值10465， 38小时破万，拉新5386.72万用户，创平台纪录。全球覆盖190国地区 ，IM 评分 9.5， 台湾地区连续52天热播榜首。国台办认证该剧是两岸文化共鸣桥梁。人民日报盖章中式美学符号。演员校战的演技堪称教科书级别，他把藏海从背负血仇的智奴，到心怀苍生的国士的成长弧光，刻画得入木三分。微表情里全是戏，肢体姿态贴合角色身份。为呈现7宝转新机关特写，耗13月学孙茂，原声台词感染力拉满，让角色更鲜活立体。校战藏海登顶年度热搜角色 Top 1，观众评价无校战不藏海。校战也凭借藏海一角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国民度，实证了自己实力派演员的地位，收获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喜欢。藏海传实打实的实现热度口碑双丰收，再次恭喜藏海传和校战。元旦放假期间，在小红书一直刷到校战的舞台片段，有没有人夸校战的舞台感染力啊？首先是笑容，很多专业的舞蹈演员跳舞的时候都做不好表情控制，经常面无表情跳完。但是校战极其牛，该笑的时候笑，该魅惑的时候魅惑，让表情和舞步完美结合，整个表演的观赏性上升好几个层次。其二是走位，现在连演员演戏都是站桩式的，校战唱歌跳舞却很注重走位，会在舞台左右移动，来点燃不同方位粉丝的热情。我很喜欢他跟着一群舞者又蹦又跳地到处走位，少年感极强。校战是注定要成为巨星的，哪怕没去演戏，这份舞台感染力也能爆成顶流。猫眼把得闲紧致的你和票房调整到4亿了，淘票票的模型也预测到了3.99亿。科普一下，这2个平台的曲线是根据每天的票房动态拟合的，还是挺准的。谁还记得得闲紧致刚上映，拟合的票房是3.2亿，而现在已有票房起始已经3.86亿了，整整多出了20%。这就是好口碑的长尾。刷到有一位美国网友的分享，他说：“得闲紧致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神片，神到你无法用具体的言语来表述它，带给你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新奇、惊喜、震撼和感动。它的神不只停留在神奇层面，
在战争题材类型片范畴内做到了切入视角、叙事手法、呈现手段等全方位的颠覆和突破，而是出神入化，是直接钻入了电影的骨髓。你抛开类型片的划分界限，回归到电影本体，并以艺术文本的纯粹标准去审视它，它都绝对不亚于世界影史上任何一部经典电影。而所谓的黑马，一定是从大众的口口相传之中跑出来的。这就意味着，首先它必须的是一个通俗意义上的好故事，不是电影圈大佬们关起门来故弄玄虚、自说自话，谁也看不懂，又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子前卫儿的伪高贵艺术，而是从老百姓当中来，又回到老百姓当中去，走到大街小巷，人人都能随口唠上几句，新鲜热乎的那种又质朴又踏实的好故事。德贤景致讲的故事并不复杂，战火纷飞的大时代背景下，深山里的一个小镇，苟活着的14个死老百姓，一家4口，一支溃兵，鬼子突然来了，屠刀砍向你的家人，你该怎么办？你的家人该怎样活？故事中的人也谈不上有多抓马，拖家带口、愤懑毒舌的碎嘴子钱公，疯疯癫癫、失魂落魄只想回家的太爷，一心护着孩子只想过好日子的执拗老婆，不知何为生和为死，整天到处乱跑的顽皮孩子，躲在死老百姓身后浑浑乐得过且过的渣兵，狡猾伪善、残忍暴虐的日本鬼子，善良的让你唏嘘不已，残忍的让你恨之入骨，麻木得令人怒其不争，窝囊的让你恨不得踹上两脚，滑稽的让人哈哈大笑，悲壮的又让你泪流满面。没有堆砌满满花里胡哨的人设，没有刻板模式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套路公式，没有高喊口号强行灌注高大上价值的傲慢，没有尬得你鸡皮疙瘩掉一地的廉价的煽情，只有一群在炮火硝烟中仍想尽办法让自己和家人能吃上一口热饭的老百姓，以及为了家人能活冲出去第一个和鬼子拼命的普通人。这个寻常的故事在中国历史的某些年份每天都在发生，你之所以又哭又笑，是因为这个故事以及故事中这些很寻常的人，让你有一种特别真实又特别熟悉的感觉。当然不只是作为一名幸存后人中华血脉中自然流淌着的那份深刻的民族认同感，而是即便作为一名普通观众，你也一伸手就能触碰到那些异常鲜活的情绪，他们有名有姓有棱有角，就这样丝丝缕缕婉绵绵地直抵你的灵魂深处，让你一个大激灵，汗毛根根竖起。他们的麻木劝卧，他们的呐喊反抗，他们的喜怒哀乐，那些让你笑着哭着想一个人暗自回味却又渴望找人倾诉的各种不断翻涌的情绪，突然之间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肆意流淌并喷薄而泄的出口。这是一次痛快至极的情感释放，让你获得了久违的难得的归属感，是曾经被电影圈高贵人士指着鼻子唾骂羞辱你山猪吃不了细糠，却又被蓝小龙孔生汉笑战一把扶起来，温柔地擦掉你脸上所有的屈辱和愤怒，让你重新直起腰杆，捡回身为观众的体面和自尊，是你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用审美本能畅快表达自我想法的霸气主场，是你可以走进电影里和故事中的那些人一起哭一起笑的共鸣时刻，是你能够和荧幕主创畅所欲言无障碍交流的美妙时光，是属于你自己的一场酣畅淋漓、愉悦尽兴的独特的荧幕之旅。有人为儿的好故事，故事里有人为儿的男女老少，故事外有人为儿的主创，以及故事传递出的有人为儿的鲜活气息，这样的好电影我们有多久没见到过啦？德贤景致，把人当成是人去写的好故事，把人当成是人去还原的小人物，把角色当成是人去演的好演员，把观众当成是人去对待的好电影，把历史和着真诚写进泥巴里的人民的好电影，你千万不要错过哟！快乐就是，也就像和那个什么差不多，快乐就像。